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教大家来搭建一个好看的美妆类 Shopify 跨境独立站。我会手把手教你怎么样设计里面的图片，怎么样进行布局。不管是在电脑端，还是说在手机端，那都非常的完美。在今天的教程中，我会使用 Shopify 结合 Canva 来设计我们整个网店。说到 Canva， 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不陌生，它可以用来设计各种各样的图片。来设计我们的海报，设计我们的封面。接下来你可以注册一个 Canva 的账号，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我在设计这个店铺之前其实是参考了网上一些做得比较好的美妆类店铺从他们里面吸取了一些灵感从布局还是从颜色的搭配上面。我觉得一个店铺好不好看其实还是跟你的图片、跟你的色调还是非常有关系。好了，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动手搭建我们的美妆店铺。我们所使用的平台是 Shopify。如果说你要做独立站、做跨境电商相信 Shopify 的话，大家应该都用过。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独立站平台，基本上90%以上，你要做跨境独立站都会使用到 Shopify。什么叫做独立站？所谓独立站，它和我们平时提到的阿里巴巴、速卖通，或者说亚马逊、淘宝还是有区别。使用独立站，你可以拥有你自己的域名，那整个网站的话都由你自己掌控。来到 Shopify 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开始免费试用 Shopify 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兄弟们可以点击这里查看更多找到这个链接，我们来复制一下这个链接。那我们打开 Shopify 的官方网站，进来以后，你大概看到的界面是这个样通过这个链接，那你可以获得3天的免费使用3天以后，那第1个月的话，大概价格是1美元在这里的话，填入你的邮箱来进行 Shopify 的店铺注册注册 Shopify 店铺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输入你的邮箱，点击这里开始免费使用。那这里我们打个勾验证一下。这里他会问你一些简单的一些问题，那这上面的话不用填，我们点击右下角跳过所有，因为上面你不管怎么填最终结果都一样。这里选择你的位置，那如实填写就可以了。那你在中国大陆地区，那你可以选择中国，上面这里可以选择 China 中国。这里再点击下一步，我们这里选择使用邮箱注册 sign up 为日邮箱，我们选择第一个这里填入你的邮箱号，然后这里输入密码接着点击创建 Shopify 的账号这里的话它会生成我们的店铺，可能需要花费1到2分钟的时间，大家需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了，现在我们的店铺已经注册好了，它提供了3天的免费使用。通过有风这个链接进来注册的话，你还可以第1个月3天到期以后，那第1个月的话只需要1美元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第一次进来看到整个界面是英文，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界面怎么改呢？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我们点击右上角我的商店，然后选择管理账号最底部，这里往下面拉，把这里 language 语言改成简体中文。改好以后点击右上角保存然后整个界面的话就会变成中文。然后我们再点击左上角 Shopify， 回到我们的 Shopify 后台。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在线商店，你点击左边在线商店，点击眼睛，你可以看一下你默认店铺的话，大概的话是长这个样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一步一步的设计，最终的话做出类似于这样的效果。首先第一步，我们点击左边在线商店，点一下，这里我们选择模板，点一下模板。在设计我们店铺之前，首先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模板，我们在这个模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那默认它使用的是 DAWM 模板这个模板非常的好，现在的版本号是 15.1.0。那如果说你进来的模板，如果说你之前用的不是这个模板，那你可以拉到下面来选择这个模板，那你可以试用这个模板，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因为模板已经是这个，我这里就不再选择，直接点击右边自定义，我们来开始设计我们的网店。如果说你做独立站，你的店铺的整体形象、整体设计、整体这种色调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访客一进入你的网店的首页，你需要给人家一种专业的感觉。这个是 Shopify 的设计页面，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全屏等一下你可以进行实时的预览同时你可以点击移动设备可以查看在手机端的展示效果
第一个是台式电脑，也就是我们电脑上的展示效果。这些位置你需要清楚，等一下你才好进行预览。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顶部区域，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logo 移到中间来，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大牌的 logo 的话，它基本上也是放在中间的位置。那我们也把它移到中间来，我们点一下顶部的区域，这里你可以看到台式设备上的 logo 位置，选择顶部居中。你选择好以后，左上角有一条进度条，你可以关注一下，进度条显示完以后，它就会加载成功。如果说你等了很长时间，这个进度条还没有动，你可以点击右上角保存，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比如说我刚才等了这么久，它已经过来了没问题。有时候 Shopify 它可能访问，因为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地区访问，它访问速度可能稍微慢一点。主要的客户群在国外，在欧美地区，他们打开这个网站速度是很快的。它的居中方式有顶部居中、中间居中我们再试一下中间居中给大家中间居左、中间居右、中间居中等等。这里选择，这里我们可以选择顶部居中大概的话类似于这个样，就和我们刚才这家店铺的话有点相似。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顶部的公告栏，这个公告栏的区域我们是可以进行设计的公告栏你可以放一些你最近店铺的活动，还有你最近如果有上新的话，反正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你可以放在上面，一些通知公告等等。我点了它以后，点击这边有个返回，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所以点一下这个文字，你就可以来更改里面的文字。比如说你可以设一下满199，比如说你可以设置一下满199全场免运费它上面的话会进行实时的显示。而下面这里还可以链接，如果说你点店铺搞活动，你也可以给它加个链接链接到哪个位置你可以选，比如说链接到所有的产品。当有人点到这个满199全场免运费以后，它会跳转到我们所有的产品页面。当然这个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其他页面也没有问题。顶部的颜色我们可以给它改成另外一个对比比较明显的颜色。同样我们选择左边有个设置，点了设置以后，我们先来设计一下，我们可以先来设置一下全局的颜色，等一下我们可以直接调用，不用每个单独进行调整。我们点击周边设计以后，再点击颜色，它里面一共提供了5个颜色方案，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它里面的颜色方案。比如说我们来更改颜色2的方案2，我们点击一下它，背景颜色我们可以改，比如说我们背景颜色改成黑色，文本颜色我们可以改成白色。这上面的话你也可以自己选，也是没有问题比如说我就用黑白2个主色调设好以后点击返回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设的方案背景是黑，字的颜色是白，它会这样实时显示。那我们刚才设置的方案2，接下来我们把刚才上面的公告栏颜色改成方案2我们只需要点击上面这个区域，公告栏的区域，点到它以后，这里有个配色方案，我们点击更改，改成方案2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配色的方案它就会显示出来，点击保存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刚才上面之前加了链接，我们点到它以后，它会跳转到我们的产品页这个时候你可以点击 Home 回到我们首页它会跳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改一下其他的颜色布局同样点击设置，这次我们更改一下颜色1的配色方案，我们点击方案1，因为我们要做这种粉色调的店铺我需要我们的主色调可能是这种粉色的感觉所以说我在设计这网店的时候是用的粉色。那我们需要提取一下这个颜色，我建议大家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个取色器的插件，它的名字叫做 ColorZilla， 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点到这个页面以后，你直接点击右键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 Google 浏览器上面。安装好以后，你大概率可以在你的浏览器顶部看到这个工具如果看不到，你点击这个按钮找到它，点一下这个钉，可以把它钉到我们最上面来，点一下它选择我们要吸取的颜色的地方，它会自动获取这个区域的颜色代码我点一下它回到我们刚才的 Shopify 的后台这次的背景颜色我改成粉色，我点一下背景色改成我们刚才的粉你可以看到这颜色已经变了。来我们点击左这里返回一下，
我们这次再来设置一下我们的 logo， 最顶部的 logo， 我们点一下 logo， 这里可以选择我们的 logo， 你可以把你的 logo 传进来，这里点击上传图片，这个 logo 最好是 PNG 透明图。那我已经传进来了，点击右下角完成。左上角你可以看到这个 logo 的话，看起来略有点小，没有关系。那你可以拖动这个位置，更改 logo 的大小，比如说我改成160它会显示的稍微大一点。每一次更改以后，那我建议大家记得都点一下右上角的保存按钮不然如果等一下你如果忘记点了保存，再把这个页面关掉你所有设计又要重新做，非常麻烦。再点中我们顶部区域，你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分区填充，也就是顶部填充和底部填充的距离，你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全部改成0，让它稍微挨得近那么一点点。先向下滚动，向上滚动，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然后你可以看到顶部的区域会自动贴到这个位置，是吧？它会一直粘到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想更改它的显示方式，那也很简单。你可以在左边来更改粘性标头你可以选择5你可以选择始终等等，根据你的需求来。那如果说我选择5，你看我现在在往上面滚动的时候，你就看不到我们顶部刚才的导航栏当然还有其他的选择方式，还有很久。那我们再试一个，比如说我选择始终，缩小 logo 尺寸。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滑动的时候，本来刚才是 logo 变大的，我们滑动它 logo 会变小，但是依然会出现在上面。但是这种看起来有点压抑，我们一般情况下选择5，把顶部的 logo 去掉。我们在拖动的时候，我点击全屏给大家看，我们在拖动的时候，它上面的 logo， 它上面的这个区域它不会跟随，这样看起来没那么压抑。设置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右上角保存一下。我们首先来设置一下我们第一个区域的首页焦点轮播图这个位置我们先点一下它。左边的图片叠加不透明度，我们把它改成0，让它看起来的话更清晰一些。这个文字我们不需要，我们点中它，这里删除点一下。这个按钮的样式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这里有个使用轮廓按钮样式，我们可以把这个勾去掉让它可以显示整个实心按钮。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勾上也没有问题，只是我觉得加个实心每个区域它可能会你加个实心或者空心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点中这个区域点一下，点了它以后我们再往下面拉，这里配色方案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点击更改，我们可以改成方案1。点动方案1你可以看到按钮的背景变成黑文字变成了白这样的话这个按钮就看得比较清楚。好，接下来我们来设计一下我们这个区域的图片我们今天要用的工具是 Canva如果你还没有 Canva 的账号，那可以去注册一个 Canva 的账号。首先我们点击右边自定义大小，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尺寸，改成4320×2160这尺寸设计这个尺寸是一个全屏的尺寸，而且非常的高清。然后点击创建新的设计，我们点击左边的素材，点了素材后往下面拉，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网格，点击查看全部。我们可以选择2列，这个点一下它它会自动加载进来。而顶部的间距我们可以改一下，间距改成0你可以就看不到中间的间距如果你改大，你很明显感觉到这种间距，我们改成0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传我们相关产品的照片进来，你可以点击左边上传，把你的产品的照片直接传进来就可以了。今天有风用到的这些图片的话，是我用 AI 生成的。那我这里顺便给大家在这里的话，顺便来教大家怎么样用 AI 来生成照片。因为我们做设计，有时候你可能找不到一张比较满意的照片，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 AI 来帮你生成一下。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网站，我想生成一张类似于像这张美女的照片怎么样做呢？我先点击右键，先把这张照片保存到我的电脑上。保存到电脑上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工具。我用到的这个工具叫做 ChatGPT， 它应该是目前最强的 AI 工具。如果说你还没有账号的话，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先去注册一个账号，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接下来我点击左边有个增加附件，把我刚才的照片的话传进来，点击上传，选择我们刚才的美女照片。这里我给它一个提示词，我说请你帮我详细的描述下这张照片，
用中英文帮我描述一下。等一下有了这个描述以后，我们把复制一下这个描述也放在 AI 图片生成工具里面，它可以帮我们生成相类似的照片。如果说你自己去形容一下这张照片，我相信会有点难度。那用 AI 的话，它可以帮我们描述的非常好。比如说这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女性，她有着黑色的长发、微卷的发型，肤色呈现古铜色调，手上拿着什么什么样的之类的帮我们形容的非常的清楚。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这个区域，去 AI 图片生成工具里面直接生成就可以了。那因为我是用的 ChatGPT 付费版付费版它可以识别我们的图片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帮我们生成照片。我说请根据以上内容帮我生成相对应的照片，那 ChatGPT 它会直接帮我们生成照片。GPT 不仅可以识图，那还可以帮我们生成照片。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刚才 GPT 帮我们识别图片生成出来的一个照片的效果。如果说你也想把你的 GPT 升级到 GPT 的会员版本，你需要有一张国外的银行卡才可以进行升级，因为 GPT 我们国内的银行卡它是不支持的。那你怎么样可以拥有一张国外的银行卡呢？那我这里有个网站叫做 Worldcard，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第一次进来如果是英文，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把它改成中文就可以了。在这个网站里面，那你可以来申请一张虚拟的国外银行卡。有了这张银行卡以后你可以不管你可以订购国外的 Midjourney、ChatGPT Cloud、Google Play App Store， 那你都可以用这张卡进行付款非常的有用。那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去申请一张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我自己的话也是用的这个卡来订阅的 ChatGPT 的会员。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那如果说你对它生成的照片不满意，那我们同样可以复制一下上面的提示词，让我们换了一个工具来试一下。那我们再用另外2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来试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 Midjourney 的话应该是目前全世界最好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但是它是需要付费的，大概价格是最低的话是70块钱1个月。还有一个免费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叫做 Leonardo，它的免费是这样子的，它每天的话会给你150分，那每生成一张照片，你可以看到右边它会消耗一定的分数150分花完以后，那你明天来明天又可以继续生成。只是说我测试下来 Midjourney 生成的效果是最好的， Leonardo 的话它免费版本的话效果会差一些我们都来试一下。比如说我们先用 Leonardo 来试一下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们把我们刚才提示词粘贴进来，这里你可以选择模型，那不同的模型生成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比如说我选择这个 Kino Excel 这个模型，还有点击右边你可以直接点击生成，左边你可以选择你要生成的多少张，再往下面你可以选择生成的比例，比如说我们生成1:1直接点击生成。生成好以后的话，大概的话你就可以在下面的话看到相关的图片效果。那Leonardo AI 生成的效果相对来说要差那么一点。我们可以用 Midjourney 的话再来试一下，比如说我点击左边这里创建这个是 Midjourney 付费版的可以。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用的所有照片都是我在 Midjourney 里面进行生成的，还是我用刚才的提示粘贴进来。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它的比例，那你可以拖动就可以了。我们这里选择1:1选好点击这个把它收回来，然后按下回车，它会帮我们生成4张照片。比如说我们再来试一张，提示词还是一模一样的，请你帮我描述一下这张照片，用中英文GPT 的话这次又来帮我们描述一下。那方法都是一样。那如果说你看到有比较好的照片，你想和它生成相类似的照片，那你就可以用到 GPT 的图片识别的功能来提取，来帮我们描述一下这张照片。有了复制下面的英文，Midjourney 它会帮我们生成4张相类似的照片。比如说这张照片你满意，你点一下它，你可以点击右键把这张图片保存到电脑上就可以了。Leonardo AI 一样，只是 Leonardo 可能效果要差一点。你可以看到这个Leonardo帮我生成了这个变成了几只手。比如说这张可以，我点一下它，让我点击这里有个下载钮，也同样可以把这张照片下来。综合用下来的话，可能就是 Midjourney 可能效果稍微好一点。如果说你还没有 Midjourney 账号，我在视频下方放了一个 Midjourney 的账号合租或者购买的按钮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去买一个。Midjourney 的话还有一个账号就是合租的话相对来说便宜一点，大家可以先去感受一下。
好，我们来直接进入下一步。现在的话，我们所有的照片我已经以图生成好了。也全部的话点击它，点击右键都全部把照片的话给保存到我的本地电脑了。接下来回到 Canva， 我们来设计一下。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点击右边上传，再点上传文件，把我们刚才生成好的照片上传进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左边这张可以我直接拖进来，右边这张我觉得可以直接拖进来非常的方便。增加文字，我们在上面可以打文字，这里可以点加增加副标题，把我们的文字粘贴进来。这个文字的话，你可以打上你的产品相关的文字，点击顶部大写，让它全部大写。这里字体我们可以改一下，点一下字体。字体上面的话，我们可以选，比如说往右边拉，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时髦，我们可以选一个比较时髦的字体。那里面有很多字体，那你们都可以点来看一下。那也可以把字的话稍微拖大一点，拖大一点以后的话，我们在选字体的时候，你感觉起来就比较明显一点。那非常多。不同的字体的话，可能设计出来的效果可能略有不同。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字体还不错，那我就用这个字体。同样，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搜索，也可以。比如说，我搜索 KAU， 比如说我学的这个字体还可以，这个字体叫做 KAUSHAN Script， 这个字体我还比较喜欢。你可以拖动一下放位置。下面的话还可以加一段小字，这里有个增加一段正文，这段字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比如说你双击一下，你可以打上字，比如说我叫 Shopping on Sale。同样你下面的话可以拖动把字体稍微变大一点。上面的字体的话，我们来选一个吧，里面很多字体。下面的字体的话，我用的这个 Brightside Script， 用的这个字体，你可以拖动一下位置。这张图片实际上是很大的，你看这里只显示了19%，如果100%的话，这张图片是非常大的。我们再点击素材，我们先返回一下，我们可以素材里面上面有形状，你可以拖动一下，比如说形状，我选一个形状，选到它以后放在最下面，拖动一下它，颜色可以改成了黑色，比如说黑色，再往下面走一点，上面的话可以打一些字装饰一下。同样点击文字，增加副标题，挪到最下面来，比如说一样的 shop， 比如说 shop 的 sale。字体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一下，点动我们的字以后，这里的话可以选择字体。这次字体我用这个 ARCHIVO 用的这个字体。同样的话，全部大写，点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Ctrl 加 C，Ctrl 加 V， 复制几个。最后的话，我们再加一个点在最后。最后的话，我们再打一个点在最后 ，Ctrl 加 C，Ctrl 加 V，选中它 ，Ctrl 加 C，Ctrl 加 V，复制几个文字，有时候装饰起来还是挺好看的。大概的话，效果是这个样。做好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分享，点击下载。格式的话，我建议大家选择 PNG，PNG 的话，它下载下来的图片质量会更高一些。直接点击下载。图片下载下来后，接下来我们需要上传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回到我们刚才的 Shopify 店铺，点一下这个区域，点一下它，我往上面拉第一张照片点击选择照片，然后点击增加图片，把我们刚才做好的图片传进来。好，选中它，点击右下角完成，左上角有个进度条这里的话已经传进来了。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全屏，你可以大概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设计好的这张照片非常的漂亮。可以点击这里台式电脑回到我们的装修界面，差不多这个区域的话就设置好了。设置好以后，大家记得一定要点击右上角保存。在图片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放上一些我们的产品。那我们来继续设计第二个区域。这里有个加号，你可以点一下增加分区。然后我们选择特色产品系列，或者说你直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增加分区。那原理的话都是一样的，点击增加分区也是可以。这次我们选择特色产品系列，点一下，它会加载进来相关的产品。可以在这个区域把你的店铺主打产品、热销产品展示到这里来这个是非常显眼的位置。标题的文字我们可以改一下，也可以改成 best sellers， 就是畅销产品。当然，这种表达的方式有很多。如果说你对英文不是很好，你不知道怎么表达，这时候我们可以交给 AI 来试一下。我们怎么做呢？还是和刚才一样，我们先把这个区域截个图，
我把这个几个字截下来。因为我刚才说了 ChatGPT 它是有，因为我说了，如果说你是 ChatGPT 的会员，它是有图片识别的功能，直接把刚才截的图粘贴进来这词真的我们怎么说呢？我说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表达方式吗？用中英文对照写出来你们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术语如果英文不好的朋友，那你可以在里面来选择一个其他的表达方式，比如说 top sellers 畅销款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我用过 top seller 我可以把这里稍微改掉就可以了，非常简单。你可以最好的全部大写。下面的话就是选择我们的分类，你这里要显示什么样的产品，你可以来选择一下分类。我们点击一下它，往下面拉，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产品系列，你可以选择产品系列。我们点一下，这里你可以创建新的产品系列如果说你可以把你的热销款单独创建一个分类等一下我们直接调用这里我直接点击创建产品系列，然后它会跳转到新的页面。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新建一个分类，比如说下次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点击产品一个产品系列，也可以进行产品分类。比如说标题的话我们可以改成 top seller，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增加你需要的产品。因为我们刚才是一个新店，我们店铺里面现在什么产品都没有，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一键把速卖通的产品铺货到我们的店铺里面来。有朋友的话最近做了一个小网站我把我经常用到的工具的话都集合放在这个网站里面来。比如说左边有个跨境电商，我们点一下，那我经常用到的所有的跨境电商的工具基本上我都会放到这个地方来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查看更多它会显示全部目前我经常用到的所有关于跨境电商的工具。所以下面还有第二页，我们点一下，比如说我点一下第二页。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我想把速卖通上面的关于美妆的产品一键铺货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里面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我们需要用到一款工具这款工具叫做 Deezer， 我们点一下它相关链接的话，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Deezer 的话，它是一款速卖通的工具它可以一键把速卖通上面的产品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里面来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右上角Get Start 注册一个账号可以来免费试用一下。Deezer的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账号注册完以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登录没有账号的朋友可以先去注册一个账号这就是 Deezer 的后台。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点击它会点击这个叉，我们先把它关掉。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 Home， 然后这里有个 Google 浏览器的插件，我们点一下它。你首先需要先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电脑上面点进来以后，你可以直接点击右键，然后把 Deezer 的插件先安装你的 Google 浏览器里面。等一下的话非常有用。安装好以后大概的话我们安装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你会看到 DS 这两个字母橘色，我们点击这个钉，我们可以把它钉到我们最顶部方便我们调用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 Deezer 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回到 Shopify 的后台，那回到 Shopify 后台，我们直接顶部搜索，把 Deezer 的单词收进来。第一个的话就是它，我们点一下，点击安装。在安装之前的话，大家一定先去注册一下 Deezer 的账号Deezer 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我们继续点击右下角安装。由于作为新手，你如果说一个一个去上架产品非常麻烦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工具快速的上架产品。这里点击确认授权一下，然后它会跳回 Deezer 的后台这个时候 Deezer 的话就和我们的店铺的连接成功了。那你可以回到 Shopify 后台，点击 Online Shop， 点一下这个眼睛，你可以大概先记一下你的店铺的编码 ID， 比如说我这个是8092 FB 5D。等一下我们在发布产品的时候会让你选择店铺的 ID。如果说你连接了多个店铺的话，那你可能记不住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 ID 大概记一下。可以左边产品搜索，这里有个找供应商，我们选择供应商。这里搜索相关关键词，比如说我搜索美妆，点击 OK， 我们来找一下下面的话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产品。还有一种方法，因为我们刚才不是已经把 Deezer 的插件安装到我们电脑上面吗
这个时候同样在速卖通上面搜索相关的产品，搜索出来产品以后，比如说我觉得第一个我想把它上传到我的 Shopify 店铺里面，那怎么做呢？我这里可以点击导入到第一热，我们需要先把这个产品导入到第一热，等一下再通过第一热发布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直接在上面点击这个增加到第一热，这里的话它会导入进来，里面的原理都是一样的，你觉得哪个产品可以，原理都是一样的，你觉得哪个产品直接点击这个增加就可以了。下面有很多产品，你可以先来加一些。都是一样的，点一下就行。我们回到第一热的店铺后台，左边这里有个导入的列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导入的所有的产品都会显示在里面。接下来哪些产品你想上架到你的店铺里面，那你可以把它勾上。比如说这几个产品我都想上架到我的店铺里面，我先把它勾起来先。勾上以后，我们点击右上角发布到我们的店铺。这里因为我之前连接到多个店铺，所以说我在大家去你的首页看一下你的店铺 ID 是多少，我这个是8092，然后这里我选择8092就是第3个，选好以后点击右下角发布到店铺里面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个发布的进度，当它到100%的时候，店铺的话就会全部发布成功，这个比你手动上架的话会快很多，发布到你的店铺以后，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调整一下它的价格，你需要在上面赚取差价，肯定是需要加价的。这里我已经全部导入成功。我回到我的 Shopify 后台，点击产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产品有没有导进来。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产品的话已经全部导进到我的 Shopify 店铺了。第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后面有买家在你的店铺下单以后，那你可以通过第一个去你的上一家下单。上家发货以后，它会有一个快递号，你再把快递号录入到你的 Shopify 店铺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第一热的付费用户，它还可以帮你自动下单，都没有问题，自动下单，自动发货。免费版的话可能是需要你手动。当产品导入进来以后，我们这里的话就可以来选择产品了。我们点击浏览，如果这里看不到，我们最好刷新一下这个页面。那我们这里可以创建新的系列，把我们刚才的 Top Seller 作为我们的新系列的名字，复制一下，这里改成 Top Seller。下面的话点击浏览，你可以选一下哪些产品你要主推，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话勾进来。比如说我要主推这4个产品，我选中以后点击添加，点击右下角保存。这样的话我们要主推的系列已经创建好，回到我们的 Shopify 装修后台，点击右上角保存。保存以后，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刷新好页面，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区域，然后往下面拉，这里选择产品系列，可以把我们刚才的 Top Seller， 我们 Top Seller 这个系列的话加了进来，然后点击选择，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做我们下一个区域。下个区域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关于我们公司的介绍，你可以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产品，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背景等等。那我们继续在下面增加一个区域，同样点击加号增加分区。如果说你点到这里它不显示没有关系，那你可以来到左边，这里有增加分区，点一下。这次我们选择图片横幅，点一下，会出现这个区域。左边这里在台式设备上显示容器，把这个勾去掉。往下面拉，在移动设备上显示容器，这个勾我们也把它去掉。点击中间的按钮图标，把第2个按钮给删掉。那这里第2个按钮，我们只需要把上面的文字删掉，然后这个按钮它就会消失。再选择这个按钮，这里我们选择使用轮廓按钮样式，它就会显示成，中间它就会变成空心的。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来稍微更改一下，你可以改成联系我们，那上面这个标题你点一下它，你可以改成比如说关于我们，中间这段小的文字的话，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公司。那如果公司介绍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可以交给 AI， 交给 Chat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来到 GPT， 我给 GPT 提示词是这样子的：我做了一个关于美妆的 Shopify 店铺，请你帮我写一个关于我们的介绍。我的品牌叫做 Wendy，用中文中英文对照帮我写一下。这就是 ChatGPT 帮我们写的公司介绍，你可以直接复制来用。当然，我建议大家你们还是稍微更改一下，直接粘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点中背景，往上面拉配色方案我们可以改一下，点击更改，我们改成第3个，让字变成白色。背景图片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选择第1张照片，点击选择，也可以上传一张比较好看的照片进来。那如果说你没有图片素材，想跟着有风一起来练习，那本期用到的所有的图片素材的下载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把这些素材下载下来，跟着我一起操作一下就可以了。我会放在我的 Google 网盘里面。这个图片选中它，然后右下角完成。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个图片已经传进来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设置一下，往下面拉，这里动画的图片行为我们改一下。改成修复背景位置，那等一下给大家看效果。现在它显示的是这个样，左上角的进度条它会显示保存的进度。那现在呢，我们来滚动一下给大家看效果，就是你滚动的时候图片不会动，只是上面的文字在动这个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再在下面增加一个区域，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返回，在图片横幅下面这里再来增加分区。这次我们选择副文本。这次我们选择副文本，我们需要删除上面的所有文字，点中它以后，点击删除，也是点了它以后，也可以点击左下角删除，或者这里有删除也是可以。中间按钮我们也不需要点一下它删除，点一下它颜色方案，我们一定要改成粉色的，你可以点击更改选择粉色，点中它以后往下面拉，这里有底部填充，我们改成0。让这个区域稍微缩短一点。我们做这个目的的话，相当于给中间插入了一个空格，适当留白的话，看起来没什么压抑。改好以后，你记得点击右上角保存。这时候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全屏，你可以来大概看一下我们刚才设计的页面。现在的话已经有一点这种感觉了。回到这里，点击台式电脑去，我们来继续增加下一步区域。下个区域我们可以来放上我们店铺的一些集合，比如说你卖的是美妆产品，你可以搞一些什么集合，比如说面部护肤产品明星推荐产品、热销护肤产品等等，这些集合页面可以放到你做一个图片，人家点了这个图片，直接可以调转到相关的产品集合列表。那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做一下，我们还是一样，你点击左上角返回一下这里增加区域我们点一下。这次的话，我们选择产品系列列表，我们点一下，左边的数量我们这改成4，你有几个系列，你都可以在这边进行改。改了4以后，我们点一下返回，这里有个产品系列，我们这里再来增加产品系列，它会变成4个。这个标题我们是可以来稍微更改一下，这标题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店铺分类。如果说你不想和有风一样你想换一个这种表达方式，那也是没问题的。怎么样做呢？我按住键盘上的 Windows 键加 Shift 键再加 S 键我可以来截一下图，把这几个文字截一下。同样回到我们的 ChatGPT 提示词和刚才一样，我说还有其他表达方式吗？用中英文对照写出来。GPT 的话还可以给我们一些表达方式，这个特别适合如果说你英文不好，那我们就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来想一下其他的词语。比如说我们可以改成热门分类我们复制一下这个文字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进行更改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点中每一个区域来选择系列，比如说第一个系列你要显示什么产品，第二个你要显示产品，左边的话你就可以来选择系列。接下来又会遇到个问题，我们这系列取什么名字比较好呢？如果说你没有相关的经验，没有灵感同样我们可以交给 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我给 GPT 提示是这样的：针对我的美容产品店铺有风类似的集合列表，比如说面部护肤产品、明星推荐产品、热销产品，再给我多一些建议中英文对照GPT 会给我们一些其他相关的建议，让我们店铺的分类可以按照这个分类来。我们的分类已经有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设计一下对应的图片每一张图片可以表达不同的产品分类，因为这个是 Shopify 默认给我们的图片，这些图片我们都是需要把它全部换掉的同样我们需要用 Canva 来进行设计打开 Canva 以后，同样点击自定义大小，这次的宽度和高度我们都改成1000的话就是正方形，点击创建新的设计。背景色我们改成粉色，
还是我用刚才这个吸管吸一下颜色，点一下背景颜色，我们改成点击加号，改成我们的粉色。我们点击素材，素材我们搜这个关键词 fade， 在 fade 里面我们这里点击插画，插画我们选择这个，就是树的长方形有点模糊的这种感觉，然后把它旋转一下，把它挪到下面一点。Ctrl 加 C，Ctrl 加 V， 我们复制一个，把它连在一起。这个有什么用呢？大家可以先跟着我一起来做。那我们可以把两个同时选中，同时拉大一点都可以。然后我们再点击左边素材，选择相框，把正方形的拖进来，这样拖，覆盖一下我们这个区域。我们来更改一下它们的顺序，点击调整位置，这里点击图层，把这个相框挪到最底部，大概会是像这样。我们点击左边文字，然后选择增加副标题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来增加一个标题。这上面的文字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用 GPT 帮我们生成了，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比如说美妆工具，复制一下，然后双击下把上面的字打上来。字号的话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200，如果太大了的话我右边拖一点，把它稍微变小一点也可以。字体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选择字体，那我字体用的这个 AUTHENIA， 再往下面挪一点，字我们可以再拖大一点，再复制3个，点击这个复制页面，再复制一个，这样我们就不用重复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把中间的图片换掉就可以了。同样你点击左边上传，把你相关的产品照片上传进来，点击上传文件，上传文件以后替换掉就可以。比如说我把这个拖进来，第2张我也可以拖进来。假如这是我们要销售的产品等等全部拖进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封面图就自动化了。当然的话每个文字大家最好都去换一下，因为我这里是做演示。比如说第2个的话我们可以改成抗衰老护肤，同样双击一下我们把上面的文字改掉，如果太大的话我们往右边挪，再把它整体变小。第3个我们可以改成唇部护理总之每一个你根据你的实际产品的情况来写。第1个我们可以改成面部护，这个我们可以改成面部护理。全部设好以后点击右上角分享，我们点击这里下载我还是选择 PNG， 因为 PNG 它的图片质量比较高。这里选择页面，你可以选择几个页面你要下载，这里我们选择全部，这里点击下载。因为我们这次下载的是4张，它下载下来以后是一个压缩文件，那我们把压缩文件解压出来，你可以得到4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压缩文件，帮我们点开，你可以把4张照片文件解压出来，现在我们回到 Shopify， 把它对应的图片上传进来。在上传之前的话，我们需要点击，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第1个区域，我们选择产品系列，我们需要去创建产品系列，点一下。比如说我第1个是面部护理系列，这个名字的话我就可以改成面部护理系列。右边图片我们可以改成我们刚才设置好的相关的图片，点击选择照片，我们选择我们刚才这个面部护理系列这张照片。下面的话你可以点击浏览哪些产品你要归类到这里面来，那你把它勾上以后点击添加，然后再点击右下角保存。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系列就可以了以此类推，那我们可以创建4个系列，把我们对应的所有照片还有产品的话都加载进来。回到我们 Shopify 店铺，点击右上角保存以后刷新一下，刷新好以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建的照片建的分类。这次我们还是点击选择产品系列，把我们刚才这里建的比如说面部护理系列点中，它会替换到这里面的照片，后面的原理都是一样。选中它以后左下角一定要点一下选择才能选中。接下来我们可以选择第2个，同样点击选择产品系列，你可以改成其他的，点击选择。那以此类推，把我们后面的整个所有的区域选中，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差不多就制作好了。制作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右上角的保存按钮，保存一下，你就可以点击全屏来大概预览一下我们刚才制作好的页面看起来非常的舒服。接下来我们制作下一个区域，的话主要是顾客的一些反馈评价区域。我们可以把顾客一些比较好的评价单独列成一个板块来制作一下，大概会像这个样。我教大家一起来制作一下同样还是点击左上角返回一下拉到这里有个增加分区，然后我们选择多列，点一下。
这个列数我们可以，比如说你要显示4例，你改成4，改成4例以后，左边上点一下如果说你看到这里少一点点这里点一下返回一下，这里点击增加列它会自动加载进来记得点一下右上角的保存。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改一下里面的文字内容。标题的话，我们点一下标题，比如说你可以改成顾客反馈如果说你想换一个词方法和原理一样，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Windows 键加 Shift 键加 S 键把这几个字，比如说我截图一下，我叫 GPT 换一种表达方式。我刚才一样，我说还有其他表达方式嘛，用中英文对照写出来，比如说顾客评价我换成这个也是可以的。我点中它，把这个字改一下。表达方式很多，那你不一定要和我一模一样用 GPT 可以帮我们生成非常多其他的表达方式，那我们可以随便选一个。下面的按钮我们不需要，我们点中一下它，往下面拉，只需要把上面的文字删掉，它的按钮就会消失。点一下这个区域，我们把它改成居中对齐吧，点击居中它所有的文字信息会靠中间一点。然后比如说我们点中第一个区域，那顶部的话我们可以放上5颗星。那5颗星的符号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网站来找一下，比如说我复制这5颗星复制一下。那如果说你打不出5颗星，我会把5颗星这个符号放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复制一下这个星星，回到我们的 Shopify 后台，我们粘贴进来1、2、3、4、5，类似于这样。下面的话就更改一下顾客的评价如果你有，那你可以直接复制过来；如果你没有，我们可以先叫 GPT 先帮我们生成一份。以后你有真实的评价以后，你可以改过来。我给 GPT 提示词是这样的：帮我生成5份顾客评价，用英文写。GPT 的话帮我们写好了，我直接复制一下回到这里粘贴进来。在最底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的名字放最下面，比如说按个回车粘贴进来。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加粗一下类似于这样。那第二个区域原理都是一样，我们可以先把第一行的5颗星粘贴进来，第3个也是先把5颗星放在最上面，然后再更改里面相关的内容。因为 GPT 已经帮我们写好了，我们要做的话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粘贴进来。那每个的话都是把它名字按一下回车放到最底部，加粗一下以此类推，后面的话原理都是一样。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差不多就已经制作好了。制作好以后，大家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右上角的保存。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加载页面失败，那你可以点击左上角把这个页面刷新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设置下面一个区域，我们可以放上一张比较大的海报这张海报的话，你可以展示一下你店铺的活动，或者说你的主推的产品。我们来试一下。同样，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点一下这个返回一下，再拉到最底部，然后增加分区。这次我们选择图片横幅第二个按钮我们不需要，我们删掉一个。我们点中它按钮这个区块，把第二个按钮上面的文字删掉，然后它会自动删除相关的会自动删除按钮。第一个按钮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发现更多好货，发现更多好物之类的这种表达方式有很多。那我们可以截个图，叫 GPT 来帮我们再想一些其他的表达也是可以的。方法和原理刚才一样。来到 GPT， 我们按 Ctrl+V 先把这个图片粘贴进来，要把提示词发送给他。我说还有其他类似的表达方式吗？用中英文对照写出来。如果你不想和我一样，那就用 AI 帮你重新想一下其他的词。比如说我浏览精选，我选择第一个回到这个页面，那我可以把这个字稍微改一下，把按钮上面的文字改一下。这个按钮别人点了以后，它就可以进行跳转。第一个按钮上的链接，那你想跳转到某一个页面都可以。我们可以跳转到产品的分类上，比如说我想跳转到面部护理这个分类上面加上来。你加了链接以后，它的背景的话就会变成黑色。然后这个文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50%、30%的优惠，那都没有问题。那下面这段文字你可以改成，比如说我改成查看所有的美妆产品等等，那都可以。那这里面文字表达方式都可以用 AI 来帮你生成一下，看一下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都可以，都没问题。接下来我们需要来设计一下我们后面的背景图片同样我们回到我们 Canva
我们来到这个页面，尺寸的话可以用我们刚才设计的第一个海报的尺寸，我们只需要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增加页面，然后我们可以把背景变成黑色，点击左上角背景颜色，我们选择黑，我们点击左边的素材，我们点击相框，我们这里可以加个正方形进来。比如说我拖到左上角这个位置，大概的话这个样可以。按 Ctrl+C、Ctrl+V 加再粘贴一个，另外一个放到右边。太大了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小一点。边上的话，适当留一点空。你可以按照键盘上的方向键进行微调。这个也是我点中它，我按住向上的箭头，往上面微微调一下。那里面的话，你可以放上产品的图片，点击左边上传，可以把你想要显示的图片放进来。点击文本，我们可以来打一下字，点击增加副文本，我们可以挪到最下面。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叫 AI 来帮你想一个广告语，比如说你卖的是唇彩，打开 GPT 我给这样告诉他，我说帮我想一个关于唇彩的广告词，用英文写。GPT 的话会帮我们写一个，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然后粘贴到这里来，双击一下它了，把这几个字选中 ，Ctrl+V 粘贴进来，拖动一下。然后字的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改成我们主色调店铺主色调的颜色。我们点一下这支笔，吸取一下这个颜色，再点一下这个字，点击左上角文本颜色，我们把颜色改一下，点击这个加号，粘贴进来。我们把它改成全部大写。字体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更改一下，改成一个，比如说我改成这个 ARCHIVO 这个字体，那我可以稍微拖动一下，大一点，字超粗的没问题。Ctrl+C、Ctrl+V 复制一个，右上角再来一排。右上角的文字我们可以稍微更改一下。我刚才用 GPT， 我们用后面这一段复制一下，同样粘贴到这个位置来。上面的话，你可以往左边抄一点覆盖在图片上面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们这张照片就设计好了。接下来我们点击右上角分享，点击下载。这里选择页面，我们选一下，我们只要第二页，把第一页去掉，点击完成。格式一样，选择 PNG， 点击下载。图片下载下来以后，接下来我们回到 Shopify 店铺，把我们刚才图片传进来。我们点一下这个区域，第一张照片这里我们选择照片，选择图片这里，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图片传进来。好，点击右下角完成。好，我们刚才设计让这张照片会被加载进来。看起来非常的高端大气。横幅的高度这里我们改一下，改成适应第一张照片。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我们下个区域。我们这可以放一个邮件订阅的区域，就是访客可以在这里留下他的邮箱，我给他一定的优惠。邮件营销的话，在做独立站非常的重要，因为访客进入你的网站以后，他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你怎么样才能二次触达他？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收集到他的邮箱才可以。在视频的最后，我还会详细教大家怎么样做邮件营销。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简单设计一下这个简单的区域。同样，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三角返回一下，然后拉到最底部增加区域。这里我们改成电子邮件注册信息。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点中它，比如说我改成订阅优惠10%，但这种表达方式有很多。我这种表达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可以截个图，叫 GPT 再帮我们想一下其他的表达方式。来到 GPT 以后，我们粘贴一下，同样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还有其他表达方式嘛？用中英文对照帮我们写，因为有时候 AI 的话可以帮我想出更好的，广告语，比如说订阅立享9折优惠，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我复制一下，把我刚才这段广告词稍微改一下。叫别人可以来订阅我们的邮件列表。标题的大小你可以改成稍微大一点吧，这个区域要稍微明显一点，小的话就太小了，看都看不清。我们的特大号还有，我们就选这个特大就差不多了。继续我们在下面增加其他区域，我们点击返回，然后拉到最底部，这里增加分区。这次我们还是选择图片横幅加到这个位置。我们把上面的文字全部删掉，点中文字，点左下角点击删除块。这个也不要，点中它以后，这里有个删除按钮。按钮的话，我们只要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区域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一个 IG 的区域吧，因为如果说你做美妆，我相信的话，IG Instagram 的账号你肯定是有的，因为在上面的话，Instagram 上面有很多都是女性的用户啊，他们使用 IG 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如果你做的是美妆类女性相关的产品，啊，一定要好好利用好 Instagram 这个平台。那你可以在上面注册一个账号，发布一下你的公司相关的信息。那在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就可以提醒别人来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那我们可以把我们 Instagram 上面的一些贴文的图片啊放到这个地方来，提醒大家关注。这个按钮同样把它删掉。好，这就留下一个比较简单的空白的页面。等一下，我们来设计一下这张照片啊。在下面的话，继续增加一个区域，我们点击左边返回，拉到最下面，点击增加分区。这次我们选择副文本，我们点一下副文本。那我们也需要删除上面所有的文字，点一下删除，点中文字删除。我们只把按钮留下来就可以了。间距我们改一下，我们点中这个区域，往下面拉。间距我们上的话改成0，啊，刚刚挨中我们的。刚刚下的话，我们改成一个30、32就可以。比如说直接拖32啊，这样差不多。按钮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点一下按钮，要把按钮上面的文字粘贴进来。比如说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可以点一下它，这里你可以加上我们的链接，你可以把你的链接、你的 Instagram 账号的链接直接复制过来。直接比如说这是我的 Instagram 账号，我复制一下它，那直接粘贴到这里就可以了，粘贴进来。啊，当按钮上面有连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背景颜色会变成黑色。啊，记得点一下右上角保存。接下来我们就来设计一下这张海报。啊，同样我们需要回到 Canva， 接下来我们就来设计一下这张海报。啊，提醒别人订阅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啊，同样我们需要用到 Canva 来设计这个区域。啊，回到这个页面，同样我们点击这边加号，增加新的页面。啊，尺寸的话是一模一样，背景颜色同样我们改成粉色。我们先来吸一下吸管，把我们的粉色代码吸一下。回到 Canva 这个，点一下它，点击左上角，把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粘贴进来。背景用粉色。那这里我们可以点击左边文字，增加一个副标题，然后把我们的文字加进来。比如说叫他们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然后全部改成大写。字体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字体我们这里搜索 VOGU， 大概就是这个字体 VUGU12，然后把它稍微变大了一点，也可以直接拖动，然后再放到顶上，再往上面挪一点。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区域，我先把它挪到中间的位置一点，啊，挪到中间。再点击有个创建副本，创建副本以后。下面把它稍微变小一点吧，这上面的文字我们改一下，比如说在 IG 上面关注我们，然后放到这个位置中间一点，加粗下面就不加粗了，大概放到这里。在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放上一个 IG 的 logo，IG 的图标，点击设计，这里我们可以搜索一下 Instagram， 我选择插画，里面有很多，比如说我选择第一个，颜色的我们变一下，变成白色吧。好，放到我们的后面来，整个区域我们往下面挪一点，好，差不多了。好，大概的就是这样。再点击素材，素材我们选择往下面拉相框，然后把正方形加进来。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变小那么一点，上面整个区域我们再往上面挪一点。好，这里放我们再复制6个，这里左边3个，右边3个，中间一个，一共7个。我按 Ctrl 加 C 复制，Ctrl 加 V 6次，粘贴6次，1、2、3、4、5、6，一边的话放3个，我们把它排一下，可以把整个选中，大概排列出来的话，效果就是这个样子。中间这张我们点一下，点击调整位置，点击图层，我们把中间这张移到最顶部来，让它放在最前面。我们可以按住鼠标左边不动，把它统一往上面再挪一点。它们的布局呢，你可以再稍微更改一下，让它稍微紧凑一点也可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图片放进来。中间这张吧，好像位置还没有跑到最前面，我把它挪到最上面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图片传进来就可以了。你可以把你 Instagram 上面的贴文，比如说还有一些美图，保存下来，上传进来就。同样的，我们点击左边上传。
把我们刚才你觉得比较好的看照片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每一个照片的话，你都可以放一个，这些照片的话看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好，大概你可以排成类似于这个样，可以来加一些文字。同样点击左边文字，然后点击增加副本。你可以把你社交媒体的账号，比如说这是我社交媒体的账号，复制一下，粘贴进来，颜色全部改成大写，颜色的话我改成白色，颜色改成白色。好，往下面挪一点，你可以稍微大那么一点，拖动一下，把你社交媒体的账号放在这个位置。如果看不清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些特效，点一下它，这里特效点一下，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投影吧，加个阴影在下面，这样的话可能你就看得清楚了，或者加个轮廓改成黑也可以。不过我觉得这个模块阴影的话大概可以，强度你可以来设置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大概就做好了。那你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点击下载，这里选择页面我点一下，那么点击这上面的勾把全部去掉，我们只要最后一个章，点击完成，点击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下载下来以后，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上传到你的Shopify店铺就可以，非常简单。这里选择上传，从图库中选择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照片传进来，大概效果的话就是这个样。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图片，往下面拿，横幅的高度我们选择适应第一张照片就可以，适应第一张照片完成，点击右上角保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全屏，大概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设计的所有的页面，拉到最顶部，往下面拖，感觉还是非常的可以非常好。这个区域，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背景稍微改一下，改成白色，我们点选中。比如说我这个区域我背景颜色改成白色，怎么改呢？我点一下它。那这里有个配色方案，我们选择有白色底和黑色的字吧。这里面如果没有这样的配色方案，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设置，模板设置，颜色。那我们这里可以新增加一个方案，比如说增加方案。背景颜色我可以改成白色，文本颜色我选择黑色可以。我的方案的名字叫7接下来我们还是选中这个区域，然后配色方案改一下，改成方案7。你现在就可以看到，我这个区域的话，它的背景颜色就改成白色了。然后我们其他模块的话，就可以有个区别分开。记得点右上角的保存，回到我们台式电脑端继续进行设计。就是每个区块的颜色你都可以稍微变换一下也是可以。那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来增加一张海报比如说这张海报上你可以来推荐更多的产品，或者说你的新品，那都可以。那我们来怎么设计呢？还是点击左上角这个返回一下，拉到往下面拉，点击增加分区。这次我们还是选择图片横幅。那我们把上面的文字的话都给删掉，点中文字，删除。我们再选中这个选中背景，点中背景，往下面拉。这里有个在台式设备上显示容器，我们把这个勾去掉。下面往下面拉，在移动设备上显示容器这个勾我们也去掉。按钮有2个按钮，我们需要删掉一个，点中按钮区域，把第2个按钮上面的文字删掉第2个按钮它就会消失掉。第1个按钮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一个 Shop Now 现在购买，使用轮廓按钮样式，我们把它勾上，那它就会变成一个透明的大概样式，就是中间的话就变成空的按钮。这个按钮人家点了以后会跳转到哪个页面，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可以指定跳转到你的产品页、页面、博客页、文章页都可以。那比如说我可以指定跳转到产品系列，选择你的一个产品系列。我们点中背景图片，然后往上面拉，配色方案我可以改一下。我们点击更改，我改成第3个，背景是黑色，文字是白色。那可以了，现在我们文字颜色是变成白色了。那这个按钮的位置我们更改一下，我们点一下背景，往下面拉，桌面内容位置我们选择底部居中。按钮的话它会往下面移一点。那接下来我们来设计一下背景图片。我还是回到 Canva， 来点击右上角增加页面。这次的背景颜色我们还是用粉色吧。点击左边素材，那网格点击查看全部。这次我们用3列的，点一下它有3张照片。间距我们可以来改一下，间距点一下，我们可以设成比如说34。你的图片你可以换成你
主推款的图片。比如说我们来到速卖通，我搜索一下美妆，那我们来找2张比较好看的图片。比如说我选中第一个。来到速卖通以后，如果说你想把它上面的图片下载下来，以往的话我们需要单独一张一张的保存。这里有空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插件，它的插件名字叫做 AliSave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来到这个页面，你可以点击右边，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 Google 浏览器里面。安装好这个插件以后，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点开右上角这个按钮，你可以看到一个 AliSave， 我们可以点一下钉到我们的最上面。这个插件安装好以后，你可以看到最顶部，我们可以下载，比如说主图的图片SQ 的图片或者商品描述的图片都可以。比如说我要选择主图的这几张照片，我要把它下载下来，我点一下它，那右边的话它就会正在下载，它可以批量的把这些图片下载下来，那可以帮我们，你看这里正在下，非常的快，可以帮我们节省非常多的时间。图片下载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回到 Canva， 把我们刚才的图片传进来。比如说点击左边上传，我可以把我的产品照片点击这里上传键上你直接拖，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中间的话，你可以放上你一张美女的照片可以。外面的话，我们可以打上一些文字，我们可以点击文字增加副标题。那中间的话，我们可以打上文字。在打文字之前的话，我们可以跟它加一个底。我们点击素材我们往上面拉，形状我们加一个正方形进来。背景颜色我们可以改成黑色，点一下它改成黑色。你可以拖动一下这个区域，最好放在中间。透明度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点击透明度，你可以改成比如说85%之类的。那你挪动的时候，你看到中间一条线说明的话它就是比较居中的位置。我们可以点击文本，那么增加一个标题进来，标题的字我们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改成 shop now 现在购买。字体的颜色我们不改成白色吧，不然看不清。点中文字，选中点着白色，挪到这上面来。字体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这里可以搜索一下，比如说我们改成了 brown sugar。字号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字有点小，比如说改成200，差不多，让它稍微大那么一点放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按住 Ctrl+C 复制一下，Ctrl+V 粘贴。下面的话可以写上你的一些活动信息。下面的字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小一点，比如说我改成买1送2这个活动。调整一下它的字体显示的大小，比如上面的字我可以大一点，下面的活动字的话就可以小一点。我这个意思就是buy 2获得一个免费，就是买2送1制作好，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分享，把这张图片的话给下载下来，选择页面这里面选一下，顶部所有页面我先全选，把它去掉。我们只要第4个我们刚才制作好的这个页面，点击完成下载。接下来回到 Shopify 的后台，点中这张图片，选择第1张照片，这里选择照片，把我们刚才设计好的图片增加进来，直接拖进来也可以。这里它会进行上传上传进来以后直接点击完成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好，制作好以后这边一样的选择适应第1张照片，点击右上角保存一下。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点击左上角3个点，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今天做好的整个页面最顶部是我们的活动信息，比如说你什么包邮什么买2送1都可以放在我们最顶部公告栏。下面第一个是我们的海报，非常好看，这里可以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热卖单品，可以放在这里这里可以来一个公司品牌信息的介绍，非常的高端。这里可以来一些分类，你店铺有哪些产品分类，这里有个顾客评价。这里这张海报的话可以放上你主推的一些产品，还有你主推产品有什么活动，比如说我的新品可以优惠30%这里可以放上你的邮件订阅邮件订阅我刚才说了，在国外非常重要。那这里可以来一个我们的 Instagram IG 的账号，当有人点了这个以后，它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上面来。最底的部你还可以推荐其他相关的产品等等整个页面的话看下来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整个页面看上来非常的高端非常的专业。那最后的话我再来教大家，那我们整个页面做好以后，那我们来搭建一个邮件营销系统，在外面推广，把流量引进来了。我们要利用好每一个流量，因为我们做的是独立站，独立站有一个缺点就是别人
这次点击你的店铺以后，他下次没准就找不到你了啊。怎么样才能让他下次也找得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邮件营销，我们需要收集他们的邮件列表。比如说当访客进入我们首页以后，我们会弹出一个框，比如说弹出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优惠信息，叫他留下他的邮箱号。过几天当我们在上新或者说店铺打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邮件给我们的所有顾客批量发送一些上新的消息、优惠的活动。这个邮件营销系统它会全自动的进行运行。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做。那我用到的邮件营销系统叫做 GetResponse，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来到这个网站以后，接下来你第一步需要注册一个 GetResponse 的账号。点击右上角你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账号注册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 Login， 我们可以登录进来。第一次我们注册账号的话，它提供了30天的免费使用，在这30天以内，那你可以使用它里面所有的高级功能，大家可以先来好好利用一下。因为如果说你做电商，你不做邮件营销的话，那你会浪费非常非常多流量。所以说邮件营销大家一定必须要做。进来以后，我们点击左上角工具这里有个表单或弹窗，我们点一下它。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弹窗，就是访客进入我们网店以后，那我们需要给它弹出一个窗来。就是访客进入我们首页以后，我们弹个窗，给他一个优惠信息，叫他填下他的邮箱。好，然后这个页面的话，我们点击创建，这里我们选择弹窗的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直接弹出来，第二种的话就是固定到一个位置。我们选择第一个弹窗，点击下一步。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下弹窗的模板，它里面提供了很多模板，你可以在里面来选一个。如果说这些模板不满意，你可以这里使用空白模板创建也没有问题。我这里偷懒一下，我直接选择，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模板还不错，选择使用这个模板。那这个就是这个弹窗模板的大概样式。那里面的所有文字信息，那你都可以进行更改。如果你不更改第一次你可以先不用改，等后面你想好怎么以后来改也没有问题。第二个的话，还有一个 Thank you page， 就是别人提交好他的邮箱以后它会显示的一些信息这些文字信息你都可以改。点中它以后，右边的话你都可以进行更改，它的一个字体、字号等等，右边都可以进行更改。居中方式左对齐，居中都一样的，都可以。那刚才我们这个窗口的所有信息也是一样，我们点动它，右边你可以更改一下它的字体字号等等。你要改文字，你直接在上面点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进行更改。这里所有的信息改好以后，你点击这里 Next 下一步。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在手机端上面弹窗的效果，也可以在手机上显示的大概是这个样子，也是电脑端。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需要选择受众，然后这里我们选一下，你希望哪些人进入你的网店以后会弹窗？第一个的话是所有，我们选择第二个，只有新的访客进入我们店铺以后才弹窗。在哪个设备上进行弹窗？我们选择所有，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端。国家也可以选择指定哪些国家会进行弹，我这里选择所有国家，点击保存。第二步的话，我们就选择第二步，我们需要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 店铺，我们直接点击连接店铺。好，它会弹到这个页面，然后我们点击连接，这里选择 Shopify， 这里再点击这里连接，需要把我们 Shopify 的 UI 有 Shopify 的地址填到这里来。那我们可以来到我们 Shopify 首页，把这个首页的地址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点击连接到 Shopify。点击安装。好，现在 Shopify 正在和我们 GetResponse 进行连接，这里的话已经连接成功了。这个地方需要选择一下，比如说当 Shopify 上面的访客注册好我们的邮件列表以后，保存到哪个列表里面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来点击左上角创建一下，我按住 Ctrl 键，再点击鼠标左键，它会在一个新的窗口打开。那我们来新建一个联系人的列表。这里有个创建联系人列表，这里要改成我们的 Shopify， 那我们标注一下，所有 Shopify 里面注册的邮件列表统一归类到 Shopify， 我们刚才这个里面来。好，然后这个页面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这里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看到 Shopify 已经出现了，下面不用管它了，点击下一步。这里面的话我们保持默认就可以了，不用管它。左下面这里跳过导入这些，点击导入。那这个时候它会把你 Shopify 店铺里面所有的联系人的列表导入到 Shopify 导入到 GetResponse 里面来。点击 OK 这个时候我们的店铺已经连接到 GetResponse， 那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邮件营销平台进行批量的群发和邮件自动化。所谓邮件自动化，就是系统可以自动帮我们发送邮件，比如说访客第一次进来留下了他的邮件，那我们的系统会自动跟他发一封欢迎，跟他发一个优惠的邮件。比如说过几天我们搞活动，那系统的话又会自动给他发，那我们都可以全自动设置一下都可以设置好。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连接的页面，我们刷新一下。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把这里打开 Turn on 打开，那你可以把这些全部打开都可以。点击保存，把这个 Turn on 把它打开。那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的话，我建议大家在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叫做沉浸式翻译你可以在 Google 里面搜索沉浸式翻译，把这个插件安装到你的浏览器里面来，然后点击翻译，它会把这个页面的话翻译成中英文对照的页面。比如说这里会选择我们弹出窗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弹出这个窗口，它下面给了几种方案。比如说第一种，当访客如果说他查看了我们的产品或者查看了我们的分类，这个弹窗会弹出来，或者说他点击了喜欢我们的产品，它也会弹出来，又或者说他下单了以后也会弹窗。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吧，查看产品或分类。那你想要跟踪的视图，前面两个默认。那下面的话你还可以选择，比如说哪一个产品，他点了你的哪一个产品，那我们这个弹窗会弹出来。这里我们可以全选所有的产品，点击应用，右下角点击保存。那我们的触发器的话已经设置好了，当有人点了我们的产品以后，它会自动弹出这个框。当然里面还有高级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里有个高级设置，还可以，比如说它浏览了多少次以后显示我们的弹窗，你这可以设置一下具体的数量，比如说它浏览了我们5页，浏览了10页以后，这个弹窗弹出。还有什么时候弹出，你可以选择随时或者说一个固定的日期都可以。设好要记得点一下保存。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触发器，就是决定哪些访问者操作会出现弹窗，我们来选择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点击，当它在我们的页面停留3秒以后我这里设3秒，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比如说它停留了10秒以后，这个弹窗弹，那我这里演示我选择3秒，或者说你可以选择它，比如说鼠标滚动多少以后它弹也可以，或者说在它关闭点击右上角这个叉的时候，我们进行弹窗都没问题。这里我演示它在我们这个页面浏览了3秒以后，我们弹窗会弹出来，点击保存。我们再来设置一下弹窗启动的时间，我们设置一下，我们选保持默认就可以了，点进来，点一下保存，然后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填入我们的网址，填入我们的首页的地址，粘贴进来。接下来我们点击右下角保存发布一下。这时候我们这个已经设置成功，因为我们用的是 Shopify 的试用版，这里弹窗的话它不会生效。一旦你接下来我们来升级一下我们的 Shopify 店铺，因为我们现在 Shopify 店铺的话还处于一个密码保护的阶段，别人是看不到这个页面，所以说这个弹窗它是不会生效的。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点击左边这里在线商店，在线商店这里有个管理密码，我们需要把这个密码移除掉，因为它这里说你的在线商店受密码保护，如果要删除密码需要选择套餐。我们试用的时候，这个设计出来的效果只有我们自己看到，别人是看不到的。你只有付费以后，别人才能看到你的店铺的地址。如果说你通过有风视频下方的链接点进来，3天试用到期以后，那你可以只需要付上1美元就可以再用1个月。比如说我选择中间这个 Shopify， 或者说选择第3个都可以，反正中间这个价格的话是这几个套餐的区别，就是比如说中间的 Shopify 套餐后面是49美元，高级版是299，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交易费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基本版交易费的话是2%，Shopify 这个第2个版本的话交易费是1%，
第三个每个月299，但是它交易费只有0.6，唯一区别就是你月租给的越高，那你每笔的交易费就越低。一般我们选择中间这个差不多就可以了。比如说我选择中间，这里你可以用的信用卡付款或者用 PayPal 付款，那都没有问题。这里我选择 PayPal 付款，这里我选择用 PayPal 进行付款，那我已经连接到我的 PayPal 了。右边点击订阅就可以了。有人编码的话，你这里先随便填一个吧。好，这里就显示你已经订阅成功。这地址的话，你可以等一下加，现在加也可以，就是你的发货地址、你的营业地址。接下来我们需要解除一下我们店铺的密码。点击右上角这个叉，先把这个页面关掉。还是来到在线商店，选择模板。这里你的受密码保护，我们这里点击管理密码。我们把密码给移除掉。移除掉之前，我们需要增加我们商店的地址。点击增加商店的地址。那这里你可以更改一下国家地区，那我们这里可以改成中国。你把你的地址填进来，点击一下保存。有了地址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叉关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移除密码。这里有使用密码限制访问，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勾去掉。点击右下角保存。这个时候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在无痕模式打开一下，我复制一下这里的链接，点击在新的窗口打开，粘贴一下。你看现在访客的话，它就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的首页了。接下来有一步还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把 Shopify 这个开关给打开。在哪里呢？我们点击工具，然后选择整合 and API， 我们点一下它，然后选择我们刚才已经连接好的 Shopify 店铺。点了它以后，来到这个页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显示禁用，我们需要把它启用。启用好以后，像我们的首页、我们产品页刷新的时候，我们刚才的弹窗它会弹出来。在这里点一下它，这里我们点击启用，我点一下启用，然后它会跳转到 Shopify 的装修页面，我们需要把它启用一下。这里它现在已经激活 GetResponse， 这个地方是打开的，没有问题。记得右上角我们点一下保存，打开 Shopify 来看一下，我们点击3个点，点击查看。我们看一下滚动3秒，它会不会弹出来？有弹窗弹出来，因为我们刚才设置的是在商品页弹窗，首页的话它是不会弹的，只有在我们商品页或者说我们的分类页、产品分类页才会弹。随便点到一个产品分类页来看一下，它会不会弹出来？等个3秒钟左右，我们看一下它的弹窗会不会弹出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弹窗的话已经弹出来了，说明呢我们的产品已经设置成功。这个时候访客就可以在这里留下他的名字还有他的邮箱，比如说我随便填一个，他点击提交，这里会显示感谢你的注册。那我们这个已经设置成功。还有它可能还会在我们的产品页弹出来，我们再试一下我们产品页。这个是我们产品页，如果它停留3秒的话，我们刚才的弹窗它会弹出来。你可以看到弹窗弹出来了。如果说你不想让它在你的商品页或者分类页进行弹窗的话，那我们可以更改一下 GetResponse 后台的设置。我们来到 GetResponse 后台，然后点击左上角工具，然后我们选择我们刚才设置的表单或弹窗，点一下它，我们来更改一下里面的设置就可以了。我们把它改成只在我们 Shopify 店铺的首页进行弹窗。好，来到这个页面，我们点击右边这3个点，我们点击右边3个点，点击编辑，前面都不用管它，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来到这个页面，这个地方主要是控制我们在哪个页面进行弹窗的，我们可以点击右边编辑按钮，在这里面来控制我们刚才的弹窗在哪些页面进行弹，比如说可以在购物车，可以在订单页面，或者说产品喜欢页面。如果说我们把它全部关掉，点击保存，这个时候它就是默认就会在我们首页进行弹窗。做好以后记得点一下右下角的保存。这已经保存成功。接下来我们来到 Shopify 首页，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打开我们 Shopify 首页，等待3秒，看刚才的弹窗会不会弹出来。你看设置成功了，我们这个弹窗已经弹出来了，说明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里填入他的邮箱号，点击提交，提交好以后它就会收到他的电子邮件。那这个时候我们去到 GetResponse 看一下，我们点击左上角联系人，点了它以后，因为它默认的话会跑到我们这个默认账户里面，我们点开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提交的电子邮件已经出现在这个地方时间是2024年9月21号，也就是我们刚才2024年9月21号，说明我们刚才这个已经设置成功。当我们收集到足够多的邮件列表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邮件的群发了。
希望今天有风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本期用到的所有的工具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最好打开这些链接，跟着我一起来实操一下。